接下来这位主讲者，我人生当中我没有什么看过男人哭的，除了我看连续剧的时候或看电影那些男主角会哭。我的人生当中，我好像没有看过男人在我面前哭啊，有，就在我婆婆和我的公公去世的时候，我爸爸哭。就在大概有20年前吧，有一天我在办公室，爸爸打电话给我，然后爸爸哭得很厉害，因为他最疼的弟弟，最小的弟弟在 Australia 去世了。我那时候我的爸爸哭得很哽咽，他哭是因为那个弟弟是他最疼的弟弟，可是他又不能去看他最后一脸。原因是因为我爸爸有某一些原因，他不能够出国，不能够有护照。即使那时候我们用死亡证书，叔叔的死亡证书也没办法。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爸爸很内疚、很惭愧，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叔叔得了癌症，鼻喉癌。我这位叔叔呢，我听我妈妈说，他跟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我这个叔叔还在读小学。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带着我这个叔叔，好像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然后就一样的很勤劳、很辛苦的，他也很争气的拿奖学金，然后一直去到英国读书，然后在英国成为一个工程师，然后后来也回来了马来西亚。可是过后了好多年以后，他就移民去 Australia。每一年他都会打一个电话给我们，以前的电话费很贵的，你们知道吗？以前没有 Internet 所以电话费外国打来是非常昂贵的。我记得每一年的年30，他就会打电话来，就跟我妈妈讲三嫂恭喜发财。我们是福建人，三嫂就是三嫂，恭喜发财。他每次都讲三嫂，你爱吗来 Australia 找我？你要不要来 Australia 找我？如果你肯来找我呢，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出的。所以每一年他都有这样子联络我们，可是呢，就后来那2年没有联络我们，没有再跟我妈妈讲恭喜发财，我就以为可能他忙，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他好像有send个 email 给我妹妹说跟你妈妈说恭喜发财保佑什么什么健康，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叔叔生病了。而我记得那一次是我第一次，除了婆婆和公公去世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年纪大了，我爸爸哭。然后那一次呢，是我第一次，爸爸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哭 ，IV，没这死了，哭得很哽咽，然后哭到那个时候，我自己都在办公室不懂怎么在上班了，只是一直感觉人生真的很无常啊。Mr. Lo 最后一句话讲要珍惜，突然间就，原来人是那么的化学。Mr. Lo 讲，醒来的一天，恭喜你，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你睡不醒的话，就是你这一生就已经画上句号了，就是没有了。所以那一次我听我爸爸哭，一个男人在电话里面跟我哭，一直到今天，我都永远忘不了。而接下来这个主讲者呢，他是除了我爸爸之外，另外一个男生，我在电话里面听到他哭的，真的，我觉得男人的眼泪很珍贵，你懂吗？我以前跟我老公吵架，吵到离婚他都不哭吵到讲我要分手了，他也不要哭，他都没有哭，他最多，然后就静。然后我每次说，我要分手了，你哭一下啦，你哭一下我就好，不会分手了。你看他都不哭，所以我觉得男人的眼泪特别的珍贵，男人的眼泪会流出来，一定是很痛，所以他眼泪会掉下来。接下来这位主讲者，当他刚刚接触立位的时候，我一直听到就是他是一个破产的人。但是原来在他还没有破产之前，他做传统的行业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做传统的行业在购物中心是有店面的，有连锁店的。他也就是在连锁店才追到他的老婆的，对不对呀？他是个老板来的。可是呢，传统行业遇到的一些的危机和危险和一些的风险，结果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讲，做直销你没有东西好输的，你有什么风险？
今天他们赚了，不管他们赚多少千万，请问他们有什么风险？没有的。在座你们每一位有什么风险？没有的。但是如果你做传统事业，你一投资下去是200千、300千、400千、500千，当你遇到问题，你在资金周转一有问题的时候，真的风险非常非常的大。而他就是一个在传统行业的，本来是一个老板，因为一些的问题，结果生意失败了，欠了很多钱。最后没有办法了，跟大耳窿借钱，最后没有办法了，不想连累太太，结果把叫太太你回去娘家，然后呢自己呢就这里躲躲那里躲躲，甚至就在巴沙卖东西了。他当初只是一个决心，就是他要怎么样的努力，用最短的时间赚回那个钱，填完那一个洞。我相信到今天为止，他都没有想过，他用这么短的时间，他不但把那个洞填平了，而且他还赚了很多很多桶的金，而且他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他为什么会哭？以前他刚加入立位的时候，他是嫁坎丘的。两公婆真的很了不起，叫做一辆坎丘，南上北下，南下北上的罢了，南下北上，叫做一辆坎丘。而且只要有人有兴趣要知道产品，他们的车坎丘就会到那个地方。为了省钱，每一次他们的夫妻都会把车停在休息站，然后在休息站睡觉，因为租酒店的钱都没有。所以有时候当你们觉得你们很苦，你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其实有人比你们苦100倍，只是他不觉得那个是苦，他觉得那是个过程，那个是让他要成功的一个过程。他跟自己讲，他咬紧牙根。所以两个夫妻就这样子熬到后来慢慢有成绩了，慢慢有一点点结果了。有一天，他来公司拿了10套货，我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10套货很重，所以我柜台的同事好像是聪明，还帮他提货放去他的车里面。然后呢，他就跟4天，他们就上去公司楼上开始 OPP， 开始 agency meeting， 很开心的在上课，在学习。他那一天是快乐的。他那一天是很幸福，他觉得他卖了10套，收了10套的钱，来了公司进了10套，他觉得人生充满希望，他觉得他人生可以要改变了。结果真的各位，当一个灾难过来的时候，他是不会给你一个讯息的，不会给你一个味道的，不会给你 hints 的。就在上完课了，一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奇怪，4天的车还在，而他的车不见了。老实说，如果要偷车，4天的车比较值钱一点，应该要偷4天的车，对不对啊？可是偷他的车应该有一个理由而已，为了什么？为了10套的产品。所以那一天，我很记得是凯盛吧，载了他去警察局。在警察局的时候，凯盛立刻联络 IV， 请问公司有没有 CCTV？ 有没有 CCTV 可以看得到外面？我说，我立刻看一下。然后我立刻就看 CCTV， 刚好就没有看到那个角度是看不到他的车的。我说我明天我立刻去问左边，那时候有一个是卖巴古德的，卖什么？我讲我立刻去问他们有没有 CCTV， 我立刻看他的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他就说 ：“Ivy 啊，你要不要跟他讲话啊？他的名字叫 Andy 说。”我说：“好，我来安慰他一下。”所以当电话接给他说 ：“Hello Andy 啊，我是 Ivy 啊，我是瑞威的副总裁，因为那时候副总裁。”他开始哭的时候，那种哽咽，我真的感觉到他的痛。他一直会在想：天哪，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玩我？我这么的努力，我这么的拼命，我这么的不认命，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刚刚才有起奏？为什么刚刚我才卖了10套？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所以当时他哭的时候，他哽咽，一直在哭，他说没有关系。他一边跟我讲没关系，然后一边跟我讲可能会找到，然后一边跟我讲怎么办。其实他整个句子是混乱的。他那一次，我跟自己说，你一定要成功啊！你一定要成功啊！你一定要给那一些不要向命运低头啊！命运是玩不死你的。我们每次讲掌纹在我们的手啊，我们每次都讲这句话，掌纹在我们的手啊。人家讲掌纹可以定我们的未来，各位，请你抓一抓，你是可以抓得到你的掌纹的。命运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的。
Mr. Low 一直讲 ，IV 穷人家是穷过，所以以前真的穷到每天五角一分都很大的，如果不见1块钱的我会哭的，钱真的很大。所以我知道 Andy 那种辛苦，真的你们不能理解。他可以跟一个陌生的女生，不认识的一个女生，哭到好像小孩子般的。所以真的命运很爱捉弄他，可是他从来都不认输。而今天呢，他是我们 Riway 马来西亚做到最高的职级，就是我们的飞马7。所以各位，待会他上来分享的时候，我希望各位真的用心去听一个人为什么他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啊、挫折啊、这么多的阻碍，他觉得不是问题，他觉得他就是往前冲，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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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冲，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知道他非达到不可。所以各位，今天他的主题是赢在战斗力。当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放战斗力给他呢？因为他很喜欢讲一句话，他每次讲什么 ？Fight 就对了。每一次老板讲哦，我们现在要去飞马之夜啊，今天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最高峰会议的那个条件是什么？他就会讲 Yes fight 就对了。其实他还没有 fight 到了，你懂吗？他还距离10万8千里路，他就对 fight 就对了，因为他很喜欢讲 fight 就对了，他真的是一个战士。所以呢，今天我的主题给他呢，就是赢在战斗力。各位来宾，各位我们的伙伴，我希望你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请我们的赢在战斗力，我们的 Andy So。我们先给我们今天的大会指挥，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总经理兼营业总监，我们的 Miss IVC。真的，给他讲到我好像爱哭包浆罢了哦。其实我是男人来的，男人流血不流泪哦，对不对呀？不知道是错的，男人会流眼泪的。如果中到你的心的话，你真的会流眼泪。刚才阿 V 在台上讲，他很想他的孩子进来立威，对不对啊？但是不可以。那么4天就跟我讲，其实有一个方法，很简单罢了。那么就是他的孩子跟他脱离关系，登报纸。那么我跟4天去理棍你的孩子，不要开玩笑，我真的辛苦他了，他真的好像我们立威人的妈妈。他是非常关心每一个领导人，而且不管你是谁都好，只要你是立威人，他都会很关心你。真的，我非常感恩哦，因为他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总经理。我们再给我们的 IV 一个热烈掌声，谢谢他。刚才前面2位讲师，我们的飞马是 Mr. Julie， 谈得棒不棒啊？真的，这个人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一个领导人。他很年轻，今年37岁多几个月。今天你想想看，一个年轻人在那个柜台骂电话，他的 size 要走一个人很难走，一个这么小间的电话店，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立威的话，他会有今天吗？而且不是他赚多少钱，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老板曾经讲过的，他产生那个自信，那个自信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个自信把他的潜能发挥出来。所以刚才你们看到他在台上所谈的，你看他充满能量，充满自信，而且谈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再给我们的 Mr. Julie 一个热烈掌声，非常非常的感恩他。那么刚才 Mr. 罗金秋上台的时候，你们没有发觉到我的脸跟他很像？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像啊？因为他是老鸡，我是中年鸡，他大我1轮。而且这个人呢，
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恩人。这个人，如果你认识他的话，真的，我告诉你们，他对待每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我曾经在机场遇到他很多次。一般上人在机场做什么？在那边走街，在那边看东西。我们的 Mr. Law 金柱完全没有。每一次我看到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怎样呢？就是拿电话出来，一直看东西，而且他不是看 Facebook， 他是在看那些资料，他是看，而且我真的很敬佩他嘞。为什么呢？他这种年龄没有老花嘞。我看他拿电话走过去看的时候，他那只小小个字罢了，我看得很清楚，真的。刚才我相信你们已经领教过了，对不对啊？所以他在台上所谈的一切，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谈得到的，而且他用的词句真的是很怪，让你惦记陷阱了，后面再来混你的。真的，这种功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我们再给我们的 Mr. Law 庆祝一个热烈掌声，非常感恩他。好了，各位大哥大姐，各位立威的家人，好，因为还是过年，在这里我先祝福你们2019年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幸福，活得更快乐，在立威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谢谢你们，感恩有你们。那么，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讲一段故事好吗？50年前，一个小孩子出生在一个小乡村，一个很穷。那么一天一天的要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去，那么那个小孩子开始慢慢在长大。那么到他几岁的时候，因为他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有3户家人一起住的，就是他的爸爸、他的姑姑，那么他的婶婶一起住在一起。所以每一次这个小孩子看他妈妈煮的东西、煮的菜都好，他每次会跟妈咪讲的：“妈妈，为什么你有煮粥啊？妈妈，为什么你每次都吃的都是菜来的，没有鱼、没有肉、没有虾的？为什么？因为他每次看到他姑姑所煮的菜都有鱼又有肉，所以他很羡慕他们。那么他的妈妈跟他讲，吃得饱就好了。啊，他一直跟他妈妈要求，为什么你不要煮鸡呢？为什么不要煮肉呢？如果煮到鸡，他们已经感觉到很幸福了。但是他的妈妈到最后还跟他讲，我们没有钱，能够吃得饱就好了。所以从那个时刻开始，这个小孩子每一次什么呢？每一次住在家里的时候，看到他们煮好菜，因为他们的家里是有几个柜，一个柜放菜的，每一个家都有一个柜。每一次的时候呢，都会看家里没有人呢，跑去开那个厨，偷偷放在嘴巴，快就跑掉。真的，这个小孩子一天天在长大，然后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他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就看到他的表哥他们每一个都驾豪华房车回来，哇！他看到那个表哥他们驾豪华房车回来，很兴奋的，很漂亮嘞。为什么爸爸没有车的？为什么哥哥全部都没有车的？而且那些表哥呢，也很喜欢捉弄他，因为这个小孩子呢，从小呢就很严厉。哦，那表哥就叫来，来对面来，搞我洗车。哦。爱洗车会使，你给我累，给他2块钱，哇，他很兴奋了，我帮他洗到干干净净，用不够高拿椅子来贴给他高，那么，那小孩子就开始在长大。然后有一天，
当这个小孩子大概1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到他的姑姑坐在那边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他的姑姑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话呢？为什么你生了9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有本事，每一个都不能够读书，每一个出去社会做工了这么久，还是没有钱？那个时刻，这个小孩子看到他的妈妈的眼神的时候，他妈妈的眼神很无奈，他妈妈只能够很尴尬的坐在那边。那个时候，这个小孩子他就告诉自己：我以后长大，我要成为有钱人，我不要给人家看不起我的妈妈，看不起我的家庭。所以，一年一年这样过去，这个小孩子书还没有读完，就跑去社会找工了。他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没有学历，没有文凭，就是 door to door sales， 就是应征，一间一间一间门去。头几天没问题的，但是当真正去到市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开始压力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广东话，完全不会讲广东话。吉隆坡你敲门，我们都知道，吉隆坡都是用广东话的，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哇，他很压力，不知道怎样做，一整天都没有业绩，而且遇到太阳很晒，很辛苦。他想，这个行业可以做吗？我又不会讲。晚上回去的时候，他的老板就骂他：为什么你做不到？每一个人做到生意，为什么你做不到？这个年轻人跟他老板讲：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也不知道怎样跟他们开口，我不适合做。他老板跟他讲了一句话：你不会讲，你就要敢着去讲，你有事就有机会，你讲不到没关系，再讲。你相信我，有一天你一定会讲广东话。这个老板还跟他讲：你没有文凭，你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就想到我要给妈妈过好日子，再坚持做下去。那么这个年轻人很拼，非常非常拼，一家一家去，不容易啊！用很多技巧让顾客让他进去家门，或者是跟顾客讲：安迪，你可以给我一杯水喝吗？很口渴，就拿着那杯水，拿了很久喝不完的，一直在那边聊，找机会跟顾客聊。很多同事在树底下乘凉的时候，他一个人一间一间一间，用1年的时间，这个年轻人就上了公司的最年轻的一个 supervisor。哇，那个时刻，这个年轻人感觉到自己很了不起，因为他有一个梦想。因为他的哥哥他们出去社会做工作了很多年，都买不到1辆车，所以他就去考车。考完了到车的时候，就买他人生第1辆的车。他很兴奋，就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我买了1辆车，很开心。就驾那辆车，虽然那辆车不是很贵，120Y 8000块，那个时刻给这个年轻人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假期回去载他爸爸妈妈去吃饭，哇，他爸爸妈妈很开心嘞！哇，儿子终于有车，我们家里终于有车了。我爸爸就驾那辆车带他一直去找他的朋友喝茶聊天。哇，他的朋友讲：哇，你的孩子很棒，你的孩子很棒。所以这个年轻人很打拼，然后3年的时间就成为公司的 manager， 而且那个时候管理40多个人。那个时刻就开始把他的弟弟也招进来公司做，所以他们2兄弟一起去打拼。短短的几年，
他们可以在吉隆坡买一间自己的屋子，弟弟买一间，他买一间，还有他家里还有3辆车，2个人的收入已经不得了。那个时候才20多岁，已经是可以讲是有超过100万的身家。但是后来，因为做了7年多了之后，因为另外一个兴趣，想自己做得更好，因为人想往出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每一个人都想过个好日子，所以他们就辞职不做。2兄弟呢一起去投资，买一块地来养鱼。但是那个时刻呢，这个人他的哥哥知道他要去养鱼的时候，就跟他讲：不熟不做，你们不要去做了，你们不明白了，里面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年轻人很骄傲，为什么呢？少年得志未必是好事，目中无人，所以他直接跟他的哥哥讲了一句话，真的是很伤他的哥哥心的。哎呀，你不要插手啦！你出来社会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我们才出来社会多少年罢了，我们什么都有，你不懂的啦！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因为那句话，他的哥哥记到很多年。所以，但是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他做错东西，那么他们就开始了他的养鱼，用了2年的时间，200多万都花光了。到最后，这个年轻人跟他弟弟讲：“我们不要做，真的不熟不做。我想离开这边，这个不是我住的地方。”那么一段时间，他就跑去跟他的姐夫，因为他的姐夫是 main 官，是做 supervisor， 但是这个年轻人又不会看英文，那么只能够在那边工地管理那些工人，做了1年多，他认为不是他想要的。那么那个时刻，这个年轻人已经30岁了，他就又离开了，找到一份就是出国。出国做什么呢？去台湾卖药水，去阿拉伯、去杜拜、去罗哈、去贵去卖药水。那个时刻英文都不会，但是敢去签。这个过程，这个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非常的拼，然后赚了一笔钱，回来的时候开始自己想做老板，做老板比较好，因为每个人都想做老板。每个人认为做老板才能够成功，因为我们打工的话用时间来赚取金钱，所以真的，他开始从事他的行业，那一年就开了一间，又开了一间，用了7年的时间，到最后破产，欠人家满身债。你知道欠债的人真的是不好受，你欠了身边所有亲朋戚友人的钱。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受。他一直追你的时候，叫你还的时候，你不答应又不可以，你答应了你又做不到，真的很辛苦。尤其是遇到那些阿龙来追债的时候，你提心吊胆，因为什么？因为那些阿龙去家里喷气，尤其是你有爸爸妈妈在家的话，你又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所以那个时刻，真的这个年轻人很迷茫。这个年轻人真的到最后的时候，在那边埋怨老天爷：天哪，为什么这样勤劳，我这么付出，这么努力，为什么你让我做什么都不成？难道这个是我的命吗？真的一直在那边流眼泪，一直在那边哭。他真的很想做傻事，感恩。那时候淋到满身是屎，感恩。那个电话响了，他一看，原来是他的老婆。他老婆跟他讲了一句话：“老公，你在哪里？”那个年轻人跟他讲：“你不要理我。你回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回来，你要去哪里，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那里。我们从头再来过。那么这年轻人是谁呢？我给你们看这个照片。各位，为什么我讲我的故事呢？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们的故事呢？因为我相信这一边的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从小我们就有梦想，我们答应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答应了我们妈妈要帮他做大寿，我们答应了我们的家人给他环游世界，我们答应了我们的老婆多少次了，我们一定会给他好过的，但是一次一次又食言。不是我们没有拼，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的拼。我们每个人都很努力，就好像刚才我在那边的时候，有一位先生走过来跟我握手，走过来跟我拍照。他跟我讲一句话：我破产了。我只是跟他讲，这个是个过程来的。等一下你注意听我讲的，我希望能够激发到你。因为今天我们破产没关系，我们没有钱没有关系，或者是今天我们出生在穷人家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出生在穷人家不是我们的错，老天爷安排的。但是如果我们到死那一刻，我们还是穷人家的话，那个肯定是我们的错。今天我们失败，我们很破产，只要你还没有放弃，你都还没有失败。别人怎样看我们没关系，那个是人家的事情。我知道很难受，我是过来人，我知道非常难受，但是别人怎样看我们，这个不是问题，最重要是你怎样看你自己。我给你知道我穷到怎样吗？我跑路跑去松爱高，这位是我的老婆，很感恩，不知道是她黑还是我黑。我还没有娶她的时候，我的生意好，娶了她之后就破产。不过很感恩这个老婆陪我去老汶那边，我就是在我弟弟那边。我弟弟找了一间屋子给我住，那个时候我弟弟在做肥料，也不是很好，所以他就介绍了一份工作，1500块。我不会喷药水，那草血是怎样喷，你知道不容易。我现在还知道做农业不简单，你背那桶药水，第一桶 OK 的，第二桶 OK 的，第3桶的时候，哇！尤其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整个背，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弯不起来。那个时刻真的很痛苦。我永远记住了，过年的时候我不敢回家。各位，为什么我不敢回家吗？我不好意思面对我妈妈，因为我跑路的时候，我爸爸跟着我一起跑路。我爸爸很喜欢跟我住在一起，我跟他讲，你去跟别人住了，我真的没有钱，而且我跑去那边，我爸爸跟我讲，没关系，你去哪里我跟着我，你去哪里。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弟弟就载我爸爸回去，那么我妈妈就打电话来，哎，闺女你冇回来咩？我跟他讲很忙，他讲你忙什么？我忙，因为那个靶场没有人顾，我要顾。我讲很多谎言，到最后的时候，我妈妈，我听到哭的声音了，你回来啦，我知你真啊坎坷，我不是爱你累，你回来我爱看到你回来，我不能够看到我妈妈流眼泪，我妈妈很疼我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打喊，可以跟我妈妈讲，你不要哭了，我一定会回来。我关了电话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婆：“老婆，身上有钱吗？我们要回去。”我老婆跟我讲没有，我身上只剩下5块钱。然后
后来我老婆跟我讲：“老公，东宫里面有钱，你们叫什么叫东宫吗？那个铺满。”然后我们两个就倒起来算了3000，算了30块，用 plastic 包住绑起来。你知道，你有试过用3000来打油吗？我相信你们没有试过，对不对呀？所以真的那种感受，去到那边，我叫我老婆下去打油，她讲：“你3000叫我打油，我不要啦。”你看，2个都没有钱，还爱面子。所以我就讲 OK 咯，我来打了，我来打。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讲明天3puluh我就跑了。那帮哥来，你打了忘没？你忘了。现在打了吗？什么底啦？他叫我自己算，我就一懂算。当你在算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各位。为什么呢？后面排着队的时候要给钱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的头很低。当我一算完，马上出去，马上打油，马上走。在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真的，我们2公婆就是并在房间罢了，我们不敢出来。看到我哥哥他们全部开开心心，只是我们2个人并在房间。为什么？我听到那些话，我很辛苦。哥哥他们是没有什么，但是穷猫、长毛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哦？欠钱不要还啦，什么啦？明明我都穷了，都没有钱了，怎样还？不是我不要还。所以那个时刻，我在那边1年多，我做了1年多，过后我看了不对路了，要改变。我跟我老婆讲：“老婆，我们改变吧，我们出来吉隆坡啊，吉隆坡，我跟阿龙、大姨龙傾訴，慢慢還，慢慢還了，我就從事巴薩，做了4年。感恩老天爺，我在2011年的時候8月15號遇到李威，那個時刻我心血管阻塞，那個時刻他們跟我談什麼東西我都不相信。為什麼呢？因為我一聽到價錢，假金嘛，這麼貴的價錢我沒有聽過，而且它是直銷。那麼我很感恩，雖然今天他沒有在這邊，他是我的恩人，就是秀萍姐跟阿丹，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這2公婆呢，非常非常的用心，他知道我沒有錢，他知道我有病，我心血管阻塞，膽固醇過高，非常非常高，三酸甘油也很高，要做通波仔，但是沒有錢，要28千，所以我們就等着中央醫院。那個時刻，我分分鐘會中風，而且呢，我長期吃西藥。我告訴你們，今天都是男人哦，都是長大了。我告訴你，男人那方面不能夠起，真的，我沒有騙你們的。那個時刻，錢給不到我老婆，這個又給不到我老婆。坦白講了，如果你是女人的，跑不跑？肯定是跑啊！不過感恩我的老婆，她沒有跑，她還在那邊。其實那個產品呢，我真的很想要吃的。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刻羅凱盛他們是做餐會，他們講的這個產品好像仙丹這樣罷了，而且他們又講，他們的見證又講了這個吃了會起，所以我很想試，但是我沒有錢。不過感恩秀萍姐跟阿丹拿一套給我吃。那個時刻我跟他講，丹都賣笑嘞，我無類很入味嘞。他跟我講 ，Andy， 今天我叫你吃，不是因為你。我是因為你的老婆，因為你的孩子。如果你有什麼事情，你死掉沒關係，我怕你死不掉。你中風，你躺在床上，你看到你的孩子在地上爬，你陪不到他們；你看到老婆做工回來還要照顧你，你比死還要難受。我就是聽了這句話，然後我就跟他講，我沒有錢還你。他講慢慢還沒關係，我就拿來吃。告訴你們，真的這個一級棒。你看我帥嗎？今天？剛才看到照片嗎？是不是難看？對不對啊？我就是吃了那個第4天罷了，男人那方面重整雄風，到今天哈利哈利貓。所以，我認為我做嗎？我不做。所以今天，如果今天你來了之後，你很抗拒地位的話，是正常的。
我很讨厌直销，我不喜欢做直销，因为我没有看过我身边的朋友做直销做得成功的。而且呢，我看到很多直销公司1年2年又改制度的，而且我看到很多直销公司1个月还赚40、50千，这大张很了不起罢了。所以你叫我们生意人放下面子去做直销，1个月赚30、40千，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但是我告诉你，我吃了，他们跟进我11个月，我不做就是不做。每一次来找我就闪的，因为他是我的恩人，所以呢，我叫我老婆应酬他。我不见都不见，或是来找我的时候，谈来了，我赶时间我要走了，我很厉害闪的，他每次跟我讲直销，买听啦，我别走啦。但是直到2012年的时候，5月多的一场领袖培训会，我老婆去了听了之后，拿一本证商回来给我看，老公这么多人成功，立位可以做，我看到里面的领导人。一个一个11个月前和11个月后开始在改变的时候，我傻掉了嘞。为什么呢？因为我想11个月前这些领导人刚刚进来做7、8个月，但是11个月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收入已经改变了。我再想想我自己，11个月前我在巴萨摆档，11个月后我还在巴萨摆档，我没有改变到，所以我整晚睡不着。然后第2天的时候，我去巴萨的时候。我问我自己，我来做什么？每一天赚那个几百块，赚来做什么？我问我自己，5年后我还在巴萨摆档，但是5年真的我能够过5年吗？我不知道。如果这一刻我有问题，我家人、我老婆怎么办？而且我看到巴萨有很多人做了10多年还是在巴萨摆档，我很怕。所以感恩老天爷，那一刻。就给我想，他们都可以成功，应该我同样能够成功。所以我在2012年6月份我加进来做，那个时候我很兴奋，我想要成功，所以每会我必到，我一定会去学习的。那个时候我开始什么呢？我开始刚才我们的 Miss Ivy 讲的。我的法拉利出来了，这辆法拉利就是我的战车。里面呢，你不可以在里面睡觉，为什么呢？半夜的时候会有曱甴咬你，因为我拿来做巴萨的。我进来做的时候，各位，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什么？我是比较好练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所以呢，他们讲什么？应该我会比他们厉害讲，因为我多读多sales，我closing 这么强，而且我摆过 counter， 应该我会讲。我跟我老婆讲，我们自己来。你知道我第一次做 OBB 怎样做的吗？你们想看吗？一路来了，我们上场把打出的晚上你都讲，那8月15号的时候，我就是做的那一点。我穿了衬衫，穿金裤，因为没有钱。买那个衣服，而且那衣服呢很大件，就是我结婚2006年结婚那个里面的那衬衫来的。你看，你没有看到一个问题在里面。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在讲，顾客在吃他的，就好像自己自己讲自己爽，因为我们不懂得怎样做，所以我做了1个礼拜多2个礼拜，哇，遇到问题了。为什么一直讲没有人会买？你知道，刚才 Mr. Law 讲，他们以前卖到1盒就开酒庆祝了，对不对啊？就跟顺利开酒来庆祝了，对不对？哇，成功了！我告诉你，当我们卖到第1盒的时候，顾客给我钱的时候，我手发抖，很兴奋啊！一出去的时候，我们2个一上了法拉利的时候，我老婆耶，老公成功了，抱住1盒罢了，1盒罢了。所以那个时刻呢，我知道不对路了。我跟我老婆讲，老婆，我们应该要跟了，跟什么呢？我们就去找，我问秀萍姐，秀萍姐，我们立位里面哪一个是最强？哪一个组织是最大？哪一个领导人是最好？秀萍姐跟我讲，你要找 Mr. Law 进驻。哇，找 Mr. Law 进驻，那个时刻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么有一天视频姐，Mr. Lo 金柱有来的我就赶快去见他。我看到 Mr. Lo 金柱 ，Mr. Lo 你好，我是Andy So， 我真的很想要成功，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成功 ？Mr. Lo 看着我，你要成功可以哦，你要跟哦，还有你必须要放空杯子，因为如果你那一套方法能够成功，你早就成功了。所以你必须要放空杯子来学习。所以那个时刻呢，真的我开始放下里面过去我的想法，我100%跟他叫我听CD 卡带，我听卡带；他叫我去见证会，去看人家讲座，去看那些领导人怎样用心对待每一个顾客。我开始的去学，去看他们怎样办会议，然后每一场会议我没有讲过演。很多人就好像今天这样，也有很多人没有来，因为礼拜天我要陪家人。No， 我从来不会有这种借口。我不管几点，不管是礼拜天，我都想着成功。因为什么？因为就算你每一天在家里陪孩子，如果你没有钱的话，也没有用。真的，你在家里是陪孩子吗？各位认真看一下，你的孩子在玩他的 game， 你在看你的电视机；你的孩子在玩 game， 你在看你的 Facebook， 你真的是陪吗？那个时候，我只跟我老婆讲，如果我们有钱，我们天天都可以陪。所以那个时刻，我不管几点我都去。的确，刚才我们 Miss Ivy 讲的是对的，我们真的没有钱，但是我不会去看这个问题。我就跟我老婆讲，老婆身上有多少钱？够油钱，够兜钱吗？她讲够，我们去。我就是下去槟城大三角那边学习，北海那边学习。Mr. Lo 跟我讲 ，Andy， 我几时会下那个JB， 我们就马上驾车。完了之后 ，Mr. Lo 很好，每一次呢完了之后，他们有个会后的，我就在那边静静听他们所讲的一切，我在听。听了之后 ，Mr. Lo 每次叫等一下好好休息啊。没有 ，Mr. Lo 我要回去了。你不是住这边吗？没有，我因为明天要见顾客。其实坦白讲的，没有钱住 hotel， 没有钱住 hotel， 但是又爱面子。跟 Mr. Lo 讲，明天要见顾客，所以我们就叫回去。各位，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再给 Mr. Lo 一个热烈掌声，他教育了我很多。当我在立威的时候，我最感恩的，我能够做第一桶金。各位，今天你要去想想看，立威公司为什么办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们有听到我们的Mr. Lo 金珠放那个片段，表扬大会的片段，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一间公司能够出这么多的钱，能够让你容易借到力量，能够让你能够影响到人，真的，如果我们背后没有人来帮我们，真的，我们不可能会成功。今天立威所有的领导人，今天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立威这个平台，他办所有的活动，这个是要钱的。没有一间公司愿意出这么大的钱来让你成功，尤其是立威，就好像今天这样这个月有8场的领袖培训会，就希望给你借得到力量。我就是因为借到这个力量，我赚了第一桶金。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很迷茫，但是当2012年6月的时候，刚好不久有一场表扬大会，真的，那个时刻刚好我才卖到2盒罢了。拿到 Kenny Wong， 我非常尊敬的，我是其中一个老师，也是我的兄弟。这个人呢真的很厉害。刚才 Jolie 讲的，这个人的故事真的很好，他能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时刻，我们公司有一个表扬大会，他就跟我们谈表扬大会，我会怎样，我那个孔雀会飞出来过去
那个龙会飞出来，从地上飞出来，啪啪啪啪啪，火飞出来。他说你一定要带人去，而且呢，公司所办的这些活动一定能够帮助你影响到人，谁的人数谁就多，谁就赢。而且呢，机会自己抢回来。他还告诉我们，你带巴士的时候很简单，因为巴士那段时间很长，你有机会跟顾客把关系做好。你看，他做了一个比例。你看我们去中国旅行的时候，有去过中国旅行吗？你看那些导游厉害吗？导游谈到你，捉到你的心，到最后他跟你讲你要买什么东西，你都会买，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去中国旅行回来，大包小包回来的，到最后全部放在橱里面没有用的，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导游捉到他们的心。所以我听了老多谈的，咦，对哦，如果这一次我把人带过去，我没有人脉没关系，我想尽办法影响这帮人的话，我相信我能够赚那一桶金。所以我非常非常兴奋。所以那个时刻我有一股战斗力，我有一股力量，我就是要成功，因为我想给我家人过好日子。所以那个时候回到家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跟我老婆讲，你要带多少个人？我老婆跟我讲30个，我摇头。她跟我讲60个，我也摇头。我讲200个。我老婆第一句话，你去哪里找200个？我说老婆，看我们有的，不要看我们没有的。你爸爸是不是有朋友？你爸爸的朋友不是有朋友？所以我就找我岳父谈，就跟他讲很好的画面，反正我一定会成功的。我相信以后我成功的时候，我一定给你过好日子，我一定会买屋子给你住，我会给你环游世界。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反正这次你要帮我一个忙哦。我岳父听了之后，他马上一句话：我没有钱的，你不要来找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跟他谈了之后就跟他借钱。所以他以为我要跟他借钱，我说不是，我不是要跟你借钱，我要你介绍人脉给我。我岳父跟我谈，不要做啦，你以为不可以做的啦，你朋友都没有，这个产品这么贵，没有一个直销人能够成功的，你不要浪费时间，你做巴萨不是好好的，做巴萨每一天有几百块收入就收欠钱。但是那个时刻我还跟我岳父讲，反正这次我一定会成功，你相信我，你帮我一个忙，介绍朋友给我。真的，我岳父找了一帮人给我，我去跟他们谈，我去影响他们进来，我把他们全部带去新加坡。那个时候拿到票，很开心。但是我告诉你们，没有票。如果名义上没有票的话，你会怎样？很多人就会放弃了，对不对啊？但是我知道，那个是我一定会成功的。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如果我能够带到这班人能够改变我的话，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我跟他都争取到最后的时候，我拿到115张票。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一趟去了之后，我回来24号、25、26、27、28、29、30，7天的时间，我们的收入过5万块。我就开始明白了。我就开始在去很努力。我那一个月我就过了3星，第2个月也过了3星，第3个月的时候真的很难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一直在拼。那个时候 ，Mr. Law 跟我讲了一句话 ：Andy， 我们来这边是要成功的，你就要朝着你的目标去 fight。问题一定要有的，你不要给问题打倒。真的再一次给我们的 Mr. Law 一个热烈掌声。所以那个时刻真的你做这个行业，你遇到冷言冷语，你会遇到朋友的拒绝，你会遇到朋友电话都不接，你会遇到朋友把门关掉，真的会有的。不过各位，没关系的，老天爷他给你一个机会。你相信我，他不会给你白白拿到的，他一定会考验你的。不要一点点就想放弃，你必须要奋斗挣扎，你必须要很努力。刚才柔丽谈的，我们要像野猫这样。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我们必须要像野猫这样出去打拼，不要像波斯猫，每天在家里放爽身粉，帮他打雷兵。刚才他讲的是对的。如果2只跑出去的话，哪一个会找到刺？野猫对吗？波斯猫一下子就啪
我就死掉了。所以那天我看到我们中国的主席习大人，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非常经典的，你们来可以看一下。2018年习大大第一句最经典的话语，各位，请不要假装很努力。你有没有假装很努力呀？老婆，我去做立委了，穿得漂亮漂亮。但是很多人，你一天见多少个顾客？很多人穿得漂亮漂亮，坐在咖啡店那边，上线没有打电话给我，喝了一杯咖啡。有没有开会哦？我坐得很闲，又在上网，又浪费时间，又喝一杯咖啡，又在那边坐，上线你只是有做餐会啊，我来啊，然后又在那边一段时间咖啡又花了，又多一个咖啡，喝到满肚子咖啡。你真的有做立委吗？你千万不要跟我讲你做立委嘞！如果你真的很努力的话，今天你就坐前排这边了嘞。真的，你必须要问你自己，你一天见多少个顾客？我们可以从早上，我跟我老婆见到晚上，而且想办法明天早上去找谁，已经策划好了。明天早上一出门去找那个顾客，把那个顾客带我去介绍朋友。真的，因为请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我告诉你们，你可以骗你老婆1天、2天、3天、1个礼拜、2个礼拜。我告诉你，你的老婆、你的家人要吃饭的，你骗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有做的话，你身上就会有钱；如果你没有做的话，你那里有钱，你会穿包的。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各位，永远要记住，你不要假装演戏。当我fight到一粒推杀了，各位，我告诉你，我非常感恩立委，因为立委一直把你的斗志力激发出来。你不会设下目标，没关系，老板会帮你设下目标。所以每3个月，老板都会设下目标给你的。那个时刻，我上来一粒推杀说：“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夏威夷，我不可以去夏威夷的？”那个时刻，世天他们、顺利他们、周丽他们Mr. Law 他们全部去夏威夷嘞，我很羡慕嘞。我就跑去问那些领导人，为什么他们可以去夏威夷？为什么老板没有叫我去？我以为老板这样叫我们去就可以了。他就没有啊，你要 fight 的。那个时刻他们是孔雀，fight 孔雀就可以啊。那个时刻我就朝这个目标去 fight 了。各位，真的，我在 fight 的时候，真的你问我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给自己目标？为什么很多人不设下自己目标给自己？因为很多人不想给自己这么辛苦，有没有啊？因为当你有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去做嘛。当你要去做的时候，你就要面对很多顾客。当你面对很多顾客的时候，你会面对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给自己目标。但是那个时刻呢，真的我一直坚持，很辛苦，很辛苦。而我们都是到最后给我 fight 到的时候，我还不是很兴奋，已经满足了，停了3个月。那么刚好有一次，就是2013年3月份，我们去泰国高峰会议，我很兴奋。那个时刻，全部公司最高层的，我是其中一个，我很兴奋。我永远记住，我进那个会场的时候，哇，优秀的嘞！我拿到那个力量，哇，很爽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好像国际领袖这样的一个会议。当我进去里面的时候，我进去看，我在找我的位置，因为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名字的。我去找老板方便看有我的位置吗？我看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
我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看到我的名字最后第2个。哇，那个时刻，我问为什么我做最后一个？当听老板这样讲的时候，你必须要拿到那个力量，你必须要拿到为什么你做最后一个？哇，我就告诉我自己，下一次我要坐在老板的身边，我要坐在老板的身边。所以刚好，老板又谈，接下来6月份5周年的表扬大会是在印尼。印尼的这一次很特别，印尼的5周年的那位置呢是升上来的，可以看到那边的。那么只有5个位置罢了，因为4个位置是老板和3位总监，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达到的话，我回去马上再要达到。如果我做凤凰的话，我绝对不能够坐那个位置。那么我决定，除非你做到麒麟。哇，那个时候我就朝到麒麟去 fight 嘞 ，fight，真的，最后5天我已经过了凤凰，哇，很兴奋嘞。那个时刻我就跟我老婆讲，你做到凤凰有百多千收入了嘞。我就跟我老婆讲，不要 fight 了啦，很辛苦而且为什么还要3个月嘞？3个月辛苦不辛苦啊？连续3个月很辛苦嘞，而且我们还差4个1 star。然后说我跟我老婆讲，我们停了啦，不要再 fight 了，因为已经赚到钱了，给自己这么辛苦做什么？人就是这样会给自己很多理由不成功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时刻我决定不要 fight 了。刚好我几天没有进到 sales， 老板打电话来，讲有 fight 麒麟吗？老板我没有 fight 还有很 steady 跟老板讲，我 fight 凤凰了。老板只是一句话罢了，就关掉电话了。过了不久，不到5分钟，拿到 Kenny Wang 打来 ，Andy 你在哪里？我在芙蓉。OK， 半个钟头我到，砰，半个钟头他就到了，到我的前面了。然后拿到 Kenny Wang 很厉害的你都知道了。就是跟我谈了4个小时，给我很多理由，给我很多为什么要成功。那个时刻我什么都听不到，我只是听到他跟我讲一句话：这个机会是你出人头的机会，而且你爸爸妈妈已经82岁了，你不要有遗憾。是时候让你做一点东西给你爸爸妈妈看的时候。我听了那句话说，哇！我看着我老婆，我老婆看着我，我们2个眼神罢了，就决定 fight。真的，给我老婆一个热烈掌声。我们用最后那个4天，差4个1 star， 我们全力以赴，回去思考，找谁逼出来。我们厚着脸皮。去找那些顾客，找那些朋友，跟他谈。我真的很想要成功，我希望你是我的贵人，你来 support 我。我成功了之后，我一定会感恩你的。我们2个一直去找顾客，而且叫那个顾客帮我们介绍朋友。我说这个对我很重要。这一次我真的要给我爸爸妈妈看，让他们放心。真的，我非常感恩那些支持我的顾客，真的给我们做到了，各位。为什么我会做到呢？因为我就是看了这一个片段。你们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看？因为我相信这一句话能够影响到我，我相信一定能够影响到你们。这一句话呢，你知道，这一句话，我把它那个时刻，我老婆化妆了，镜子，我把它写在那边。我的字体很难看，我老婆就问老公为什么你写我讲照镜子？老婆，你看那个字，你能够成功，你以后肯定会变得很漂亮。而且那个字里面我还加到一个字，我一定会成功，我一定会让我家人过个好日子。这个片段很难，并不代表不能够。昨天不能够，不代表今天不能够。今天不能够，不代表明天不能够，他都能够，我应该能够，这样的人都能够，我更加应该能够。这句话深深打进我的潜意识里面。那个时刻，
我跟我老婆讲，今天利未这么多人可以做得到麒麟，他们能够做到飞马，我应该能够做得到，真的给我们做到。我真的很开心。那一个晚上，我带我爸爸妈妈去，尤其是当轮到我表扬的时候，那一刻我升上来的时候，我一直看着我爸爸妈妈那一边的位置。当我讲话的时候，我看我爸爸妈妈站起来，很认真的看住我讲。真的，我在那舞台上跟我爸爸妈妈讲了一句话：爸爸妈妈，过去我所做的一切伤你们的心，但是你放心，今天你的孩子已经光宗耀祖，已经改变了。真的，我下来那一刻，我走过去我爸爸妈妈那边，我爸爸82岁了，那个时刻，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爸流眼泪，我从来没有。但是那一刻，我爸爸看着我的时候，他手伸出来，眼泪流出来，抱住我，他说：“我放心了。”真的，感恩利未，再给利未一个热烈掌声。所以那个时候，我又拿到一个力量。过去怎样辛苦，一切都是值得的，各位。这个过程你面对到很多问题都是值得的，我们最重要那个结果，你相信我。所以那一天，我又看到 David Yo 成为利未第一个飞马上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傻掉了。我真的，他的翅膀很漂亮哎。那个时刻我告诉我自己 ，David 能够成为利未第一个飞马，我可以不可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飞马？我又拿到那个力量。那个时刻，我真的很用心的去 fight， 很勤劳去 fight， 遇到很多问题我不逃避。我们两公婆真的谈到回到家里半夜2点多，明天早上8点多9点约出门。每一天晚上我看组织图，老婆明天见谁，明天见谁，明天见 OK， 我们就过。我们一到人家季节，我们不用去把关系做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们再去找别的顾客。每一天都这样来做，每一天都办餐会。安迪不用紧的，你介绍人来，我帮你做餐会。明天呢？明天我帮你做餐会啊！我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因为我知道我的目标只有飞马，因为我知道我在利未，如果我做到飞马的话，肯定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因为今天有一段片段，真的影响到我很深。今天我把它带过来，我希望你们看了这个片段，它同样能够影响到你，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你要成功，你必须要坚持，你必须要绝不放弃，不要遇到一点点问题你就放弃。问题不是来难倒我们的，问题是让我们成长，问题是让我们走向更高峰。你们来观赏这个影片。Means your heart's not right. Sure is preachy today. Mm-hmm. What? How's your attitude, Brock? It's fine. Then you'll be okay with the death crawl, right? All right, everybody on the goal line. Get your partner. Let's go. All right, let's go.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Move it. Move it. Let's go, Matt. Let's go. Let's go, Jonathan. Show me something. 10 yards. Show me some power. No knees.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Show me something. There you go. 10 yards. Show me some muscle. Show me some power. Give me some heart. Let's go.
on! Let's run it back! So, Coach, how strong is Westview this year? A lot stronger than we are. You already written Friday night down as a loss, Brock? Well, not if I know we could beat them. Come here, Brock. You too, Jeremy. What, am I in trouble now? Not yet. I want to see you do the death crawl again, except I want to see your absolute best. What, you want me to go to the 30? I think you can go the 50. 50. I can go to the 50 if nobody's on my back. I think you can do it with Jeremy on your back. But even if you can, I want you to promise me you're going to do your best. All right. Your best. Okay. You going to give me your best? I'm gonna give you my best. All right, one more thing. I want you to do it blindfolded. Why? Because I want you giving up at a certain point when you could go further. Get down. Jeremy, get on his back. Now get a good tight hold, Jeremy. All right, let's go, Brock.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just your hands and feet. There you go.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I bet he does. There you go. Show me good effort. That way, Brock. You keep coming. There you go. It's a good start. A little bit left. A little bit left. There you go, Brock. Good strength. That's it, Brock. That's it. Not at the 20 yet? Forget the 20. You give me your best. You keep going. That's it. No, don't stop, Brock. You got more in you than that. I ain't done. Just resting a second. You got to keep moving. Let's keep moving. Let's go.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There you go.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Your very bes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Don't quit on me. Keep going. Keep driving it.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That's it. Your very best.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That's it. You keep driving. Keep your knees off the ground. Keep driving it. Don't quit till you got nothing left. Keep moving, Brock. That's it. That's it. That's it. Keep going. I want everything you got. Come on, keep going. It hurts. Don't quit on me. Your very best. Keep driving. Keep driving.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He's heavy. I know he's heavy. I'm about out of strength. Then you negotiate with your body to find more strength, but don't you give up on me, Brock. You keep going, you hear me? You keep going, you're doing good. You keep going. Do not quit on me. You keep going. It hurts. I know it hurts.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It's all hard from here. 30 more steps.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Keep going. Burn. And let it burn. Ours are burning. It's all hard. You keep going, Brock. Come on. Come on. Keep going. You promised me your best. Your best. Don't stop. Keep going. Too hard. It's not too hard. You keep going. Come on, Brock. Give me more. Give me more. Keep going. 20 more steps. 20 more. Keep going, Brock. Give me your best. Don't quit. No.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Don't quit. Don't quit. Don't quit.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Keep going. Keep going. Go, Brock Kelly. You don't quit on me. No, you keep going. You keep going. Go, Brock. 10 more steps. 10 more. 10 more. 10 more. Keep going. Don't quit. Give me yours. You can. You can. 5 more. 5 more. Come on, Brock. Come on. Don't quit. Don't quit. Come on, Brock. 2 more. 1 more. Let's go to the 50. I don't have any more. Look up, Brock. You're in the end zone. Brock, you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player on this team. If you walk around defeated, so will they. Don't tell me you can't give me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seeing. You just carried a 140-pound man across this whole field on your arms. Brock, I need you.
God's gifted you with the ability of leadership. Don't waste it. Coach? Can I count on you? Yes. Coach? What is it, Jeremy? I want 160.我知道，今天你们要朝着你们的目标，可能离你很远，可能这个过程你会面对到很多问题、很多难题、很多挫折，但是千万不好放弃。你必须要朝着你的目标，你坚持的去 fight， 就好像这个年轻人这样，他原本不相信自己能够背着那一个人走到这么大、这么远的距离，甚至他在爬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在嘲笑他，甚至他们不相信他自己能够做得到，他本身甚至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得到。同样的，我们在利未里面，我们想要成功，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会鼓励你继续加油，但是大多数的会给你冷言冷语，大多数的人会教你不要这样辛苦了，大多数的人可能会嘲笑你。你看到这个年轻人吗？他就是硬硬的爬，硬硬的爬，硬硬的爬，他只是朝着他的目标去进行，一直坚持。他的教练跟他讲，继续加油加油。到最后，他因为他坚持，到最后他到终点了。同样的，今天在利未里面，很多飞马。今天各位，这一些飞马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跟你跟我全部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一间公司，同样一间公司，他们同样一个产品，他面对的问题都跟你一样的，但是今天他们都做到了，给这些前排的领导人一个热烈掌声。我告诉你们，尤其是第一个飞马，真的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没有人做给他看，他要 fight 比你们更加难。我们利未第一个飞马 David Yo， 第二个飞马 Vitor Tan， 今天他们没有在这边，他们面对的问题比你还要难，今天他都做到了。所以我们给 David Yo 和 Vitor Tan 一个热烈掌声。各位，真的你做到飞马，你的感受会怎样吗？你问问那些所有的飞马，真的，你做到飞马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切过去，这一些痛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刚才我们的 Mr. Judy 放那个飞马之夜，对不对啊？哦，那个第10届。第1届的时候我就参加了，那种感受，那种感觉，
真的很好。尤其第一届的时候，我带我的孩子，我3个小孩子，我的孩子穿绑带，绑带，我的小女儿扮到漂亮，一起去的时候，你们给你看一个照片，那个时刻，真的，我们在淘金，那个马高，那个葡京酒店，那个我不会读葡京酒店的时候，哇！当我们在走红地毯的时候，很多人看着我嘞，看着我。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帅，他们看着我。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好像名人罢了。我们一起走那个地毯，的时候，我牵着我的老婆，带着孩子，那种感觉让我拿到一股力量。我知道我来这间公司是对了的。未来这个公司会让我人生更有价值。今天你看到我的孩子多么的开心，那个是第一届。而且各位，你知道今天所有的飞马，当我上了那个飞马的时候，我就拿那个股力量的时候，当我去了飞马之夜的时候，那个股力量，我知道我在立威一定会去到完。我在立威，我一定要奋斗下去，我要越爬越高，因为我很清楚知道，在立威你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两夫妻一起去打拼。终于，我们拼了一段时间。我们在立威里面得到什么东西呢？我相信很多领导人这边的很多人在改变。刚才你看到外面有几辆劳斯莱斯，对不对啊？我们其中一个领导人就是我们的Simon Wong，Simon Wong 他的劳斯莱斯，Simon Wong 过去是一无所有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一无所缺，他什么都没有，钱是最多。真的，我们给我们的Simon Wong一个热烈掌声。我非常感恩这一个人，因为他今天才有马来西亚这个组织，因为他好像老板讲的，他也是马来西亚的001，也是台湾的001，也是日本的001，再给他一个热烈掌声。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在立威里面有很多领导人，他们家里都有豪舍，而且他们的屋子非常的大间。我很感恩立威，为什么呢？因为我实现了我妈妈的梦想。我妈妈有一个梦想，为什么呢？每一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她每次埋怨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讲，按照2个无对来，按照4个无对来，按照1个无对来，为什么回来怎么办？因为我们每一次过年都是在我大哥的家，我大哥是双层排屋，如果9个兄弟姐妹全部回来的话，有地方住吗？不要讲睡啦，客厅都没有坐不下，对不对啊？所以我妈妈每次讲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在立威里面赚到一笔钱，我要买一间很大间的屋子，能够容纳全部家人才一起庆祝过年。所以我有这个梦想，我就跟我老婆讲了，我老婆也认同一起来 fight。那么2015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 fight。那个时刻原本要买了的，但是没有时间去看，但是很可惜，在2016年的时候，1月29号，我接到一个电话，早上，我爸爸过世了。那个时刻我大哥打来的时候，我说你下午6点跟我，因为昨天的时候我在跟我老婆跟我爸爸一起吃饭罢了，我看他很健康，他真的讲爸爸贵姓了，所以我一直哭，因为我很疼我爸爸的，所以我一直流眼泪。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一句话：“你买好了，你看了老爸真的开心惊的。”所以我去看我的爸爸，我爸爸真的笑着走的。我爸爸没有事情的，就是睡觉这样走掉了。所以那个时刻，2016年1月29号过世了之后，2016年我们华人过年初5的时候，我很感恩，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贵人。那么老板就 call 我。过来我家拜年，家乡的家，我就带我的孩子过去，然后我跟老板聊天，
老板忽然间一句话出来，很认真的眼神看着我，你还在等什么？我莫名其妙。老板讲这句话，你不要再有第二次遗憾。你爸爸来不及看到你，成功的样子，看到你有一间豪舍。所以那个时刻，老板跟我讲一句话：你又不是没有钱，你不要跟我讲没有时间。所以真的感恩老板，因为老板的提醒，我才买了这一间家，而且呢，我妈妈非常非常开心。但是我妈妈还跟我讲一句话：你老爸没好气。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遗憾。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呢？各位，我们父母亲都年纪大了，不要告诉我你还很年轻。老板每次讲的，如果今天老天爷疼爱我们，让我们活到75年，各位减掉你的岁数，你剩下多少年？我剩下25年罢了。真的很多吗？你乘以365天，我告诉你，不到1万天。你扣掉你睡觉，1/3睡觉，你剩下不到6000天。你扣掉帮塞排队、听电话、浪费时间，你剩下不了多少天。但是，老板再讲了一句话，我告诉你，那一刻我眼泪流出来。你看看上面，你父母亲多少岁了？他还有多少年？也就是说，我的父母亲，我们妈妈今年87岁，也就是说，她随时随地都会走，对不对呀？各位，不要等到我们父母亲走的时候才在那边哭啊，爸爸。这个是真的。过年过节我们不可以谈这些东西，但是我还是要谈，因为我有一个遗憾，我做不到给我爸爸看。我不想你跟我一样有这个结果，因为我很清楚，在立威，如果你认真拼的话，一定能够让你实现你的梦想。而且在立威，你可以让你的家庭更开心。我又实现我妈妈的梦想。过去我很想跟我爸妈做大寿，但是每次讲都是做不到，有心无力，没有这个力。真的在立威里面，我又帮我妈妈做大寿，我妈妈很开心。我的亲朋戚友来我家，我那间新家，我帮她做大寿。我的亲朋戚友每一个人来，哇，你见阿高诶，有本事哦，阿家高诶，他们叫我阿家。哇，你把你都好气了，多惊出哦！我妈妈一直在那边笑，一直在那边笑。我的姑姑那些全部来了，哇，你厉害！我古早就看你厉害了诶，我知你在那成功诶。好像罗莉刚才讲的，我感受得到。罗莉刚才讲的，我感受得到。我的表哥他们来的时候，看到我的家的时候，哇！每个人，哇，你厉害哦！你按一个兄弟，你真厉害了诶！各位，真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我更开心，有没有可能，因为你，让你的家庭整个家族而改变？真的，在立威里面有很多领导人做到了。前排的这些领导人全部都做到了，我们给我们这些前排的领导人全部一个热烈掌声。我做到什么呢？我每次有个画面呢，每次我跟我老婆讲，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有钱了的时候，带我们全家人一起去旅行，爽不爽啊？爽，真的很爽。而且因为立威让我改变我的性格，让我改变我们两公婆越来越好。我给我的家人真的不容易啊，要影响我的老婆，给我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大姐、二姐、三姐，全部一起坐飞机，全部一起去旅行，又坐商务舱，容易吗？因为那个不是我老婆的姐姐吗？但是我很感恩，我身边有这么量这么大的那个女人。每次我跟她讲嘛，她是你的姐姐，就是我的姐姐，给她去。真的，在这里借你们的掌声，给佩妮丽一个热烈的掌声。
给我的家人全部一起去旅行，去了韩国，去了台湾，去了中国啊，去坐渡轮，啊，不是渡轮，那个有赌场的叫游轮，去了很多地方，而且呢，我们刚刚又回来去做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而且呢，在立位里面，我很开心，今天我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因为我身边所有的领导人，从第一开始相信我们的，一起跟我们打拼的，我们的 Jimmy Yap， 我们的那个 James Tan， 我们的阿伯，我们的那个 James Tan， NG 龙子 Penny Lee， 这些全部跟我们一起打拼的，今天他们一个一个，还有我台湾的飞马，还有阿宅他们，真的在这里借你们掌声，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那么接下来。在我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给你看那个片段，我没有想到的。刚才 Mr. Law 讲的 ，Mr. Law 讲了一句话，在立威，你实现你的梦想，远远超越你想的，真的，我从来没有想过。
天为什么在利未所有的飞马，他们都能够做得到，他们都能够成功呢？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背后没有人帮的话，可以做得到吗？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做得到。我非常非常感恩利未这个平台，尤其是我们的老板，没有这一个人，我们就没有今天。这个人非常非常了不起，我非常敬佩这一个人。刚才我们的总监 Miss Ivy 讲的，工钱花红38%的人拿30个月，38%的人，公司有200多个员工，38%的人就是说有大概接近70个人拿30个月咯。这个公司去哪里找哦？我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利未，为什么老板会这样来给？因为他珍惜我们，对不对啊？珍惜这些员工。哦，第二，也是一个留人。第三，他知道，他很相信。刚才我们的 IB 讲的对了，钱没有了可以再赚回来，但是这一些人都跟我们一起打拼的，对不对啊？真的，我们再给我们老板一个热烈掌声。这个人真的，他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个人呢，他的胆量非常非常大，他的战斗力非常非常的强。没有一样东西，如果他想做一样东西，他不会，他就马上学，而且很快他就会。甚至你看，做皮包他都会做。皮包你知道吗？现在他做了一个皮包送给我的，更加漂亮。那个皮放 passport 的，真的很美。那边有做 LVMH Lim Bun Hong， 这个我告诉你，我会收起来。改次100年后，这个肯定很值钱的。利未创办人做给我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从2008年，刚才你听到我们的 Mr. Lo 所讲的，他所设下的目标，他肯定会做到。当这个目标做到了之后，他在第二个目标，你可以看到他的斗志真的很强，而且他专门向大的东西来挑战。他挑战了这个公司，挑战了之后，他再来，而且他从来不怕问题的。有问题来，你看台湾、马来西亚很多媒体来攻击我们，这个人真的没有事情的嘞，笑还是谈笑风生。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些高层 CMD 他们遇到问题他们还可以笑得出的可以谈笑风生，就这样过了。所以我很喜欢，我很敬佩，我感恩呐，我真的感恩呐，我有这个福气跟着这一个人，我有这个福气在利未这个公司，因为我们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林文峰先生，再给我们一个人生。各位记得老板曾经谈过，真的，当老板在谈的时候，有一种动物很像他，真的。如果等下我谈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真的这一只动物，它的性格跟老板一模一样的。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想吗？你们想吗？这个你没有看过的嘞。我也没有看过，我第一次听到。那么这个呢，叫什么呢？像不像啊？我们不要讲它像不像先。你可以看到在 Guinness Record 他讲什么呢？吉尼斯世界纪录，世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什么都不怕的他什么都不怕的。你看我们老板有怕问题的吗？从来不会看问题的，从来不怕的，从来不会把问题看得很大的那么
它呢，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它叫做蜜獾。这个动物呢，它可以跟那个蝎子后面有毒的，对不对啊？它可以跟它打架，然后等下咬死它，等下把它吃下去。哦，它可以跟呢什么呢？毒蛇，它可以跟毒蛇打架。它从小的时候哦，它的妈妈他们就训练它了，去跟那些没有毒的啊去打了之后啊，就是吃掉它。那么开始就把那些更加有毒的。那么如果它遇到很毒的眼镜蛇的话，眼镜蛇我们都知道，如果它的毒一碰到我们的眼睛都会瞎嘛，对不对啊？如果你给它一咬一口，不到7秒你就死掉了。那么这个蜜獾它不怕的，它会跟它打，咬死它，咬死了之后啊，它会吃了之后，它毒发作的时候，它就躺在那边睡觉，睡了2个钟头，起来的时候又再继续吃那个毒蛇。所以它甚至它会去捉弄乌龟，它的手会竖起来，头会竖起来，它会把那个乌龟咬去河里，放在水里面等它出来，它弄不到吃不到，它就会把它抓回去它的山洞里面，等有时间的时候再来吃这个乌龟。那么呢，它会怎么呢？箭猪，你都知道箭猪啊会喷人的，对不对啊？很多人都会很怕那个箭猪啊，但是它完全不怕，它会去捉弄箭猪，它会去咬箭猪，它会吃掉箭猪，它那个箭猪咬那个刺哈，它等下它就会拿来咬，它当作是药来的。那么呢，它会跟羚羊打架，它这么小只啊，它都可以跟羚羊打架，它甚至会跟狼群打架，所以它从来不怕。他从来不怕那些动物比他大只的，他从来不会去怕，他从来不会去逃跑，他甚至会跟猎豹看到他会闪，他甚至会跟狮群打架。那些狮子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掉头走开。为什么呢？一只狮子要吃掉蜜獾，你知道它要用多少个小时吗？最少3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它咬的时候，因为它的毛滑滑，身体柔软，一咬的时候它都咬不到，所以麻烦了，要吃蜜獾啊。所以每次狮子看到它，它就闪掉了。那么呢，这个很喜欢捉弄人，看到吗？在动物园你看不到它，为什么呢？因为你关不住它，而你把它关住，你用锁头锁住，等下呢，它会想办法去开那个锁头。那么你把它围起来，它就会想办法呢爬上去，或者呢，它会把泥土挖贴爬上去，或者它会想办法找扫把在那边想办法爬出去。而且，他跑出去呢，他不是去逃跑，他跑出去呢，他去捉弄别的动物，或者找别的动物打架。所以呢，这只动物呢，蜜獾呢，在中国人很厉害，写文采的，对不对啊？他们呢写的一些文采真的很好笑，很有意思哦。你们想不想看？这里有几个哦，然后他讲，打架不要告诉我有多少人，我只要时间地点，够力吗？那么我不是在干战，就是去干战的路上，我不是在打架，就是在 on the way 去打架我只想整死各位，或者被各位整死。各位有没有想象像那老板吗？记得我曾经听过Simon他们跟我们讲，以前的时候那些老板
老板刚开始开立威的时候，都是年轻的啊，都是老人家了，对不对啊？老板最年轻的嘛，所以老板一直做很多很多活动啊，做很多的活动。这个目标放了，等下又放了一个目标。那些老的跟老板讲，老板，我们老了啊，你要 fight， 你去找年轻人 fight 啦，啊，给人家感觉到好像老板要整死他们，知道罢了，对不对啊？而且呢，老板不是这样呢，他自己呢还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看，过去我们3天课程，他做commit做10场，哎，那个是非常辛苦的嘞，每一天要站半个小时这样来谈，3天，哦，那么他还给自己commit呢，总裁一力有约5场，7场总裁有约，他就是好像不是要整死人，就是要整死自己哦。啊，好了，那么这个是照片呢，那个时刻老板放出来，放在我们骑马齐飞。他放这个蜜獾的照片出来的时候，那么其中一个飞马就是 Celeste， 就想，诶，这一只蜜獾如果戴上一个眼镜，神似一个人。各位，这一个人，刚才我已经说了，他非常了不起。从过去公司 no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立威以后会做得很大。那么接下来呢，有3位总监出来，那么副总监出来，那么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 Miss Ivy， 啊，另外一个我们的 Miss Korea， 我们的 Dato Kenny Wong。他们4个人，因为他们4个人，你可以看到，短短的几年的时间，把立威创造成一个速度发展最快的一个直销公司，轰动整个直销界，而且呢，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记录，破了很多的记录，让很多的领导人一个一个的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帮背后的人一直在帮我们。今天，我相信前辈的领导人都非常感恩这4位人物，谢谢你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掌声。因为他们的背后，好了，到2017年的时候，公司又增加了 CMD， 增加了3个总监。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刚才周丽讲的12月份的时候，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做表扬大会。各位，要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做表扬大会容易吗？有哪一个公司、哪一个企业愿意出几千万的钱来让你借得到力量，来让你成功呢？各位，我相信没有，因为我也没有遇到，而且也很难找得到。他就是想让我们成功，而且接下来3月份。我们还有8场的表扬大会，这些东西都是要用钱用力的。更何况，单过去你可以看到7个 CMD， 已经让我们立威去到8个国家，已经让立威创造这么庞大的业绩，已经让这么多立威的人成功了，已经有168位飞马了。再给立威一个热烈掌声。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 Miss IVC， 我们的总监讲的，立威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又升多14个总经理，还有副总监，对不对呀？各位，我听到非常兴奋，真的，我听到非常非常兴奋。我们不要讲这些总监或总经理先，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你容易升级一个人吗？你绝对不会的，因为这个是要多几倍工钱的，还有要给物资，还要给车的，对不对呀？好几倍的。那么一下子升这么多个，公司的开销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为什么我告诉你们非常兴奋呢？因为我很清楚，未来2019年开始的时候是有20多个总监和副总监，还有总经理。各位，
有这样的背后的人来 support 我们，你不成功都难了。尤其是我所认识的这些总监，我告诉你们，你不要看他们年纪轻轻，真的，我认识他们几年了，他们的条件都非常强大。公司没有请外来的总监的，都是从立位里面栽培一个出来。尤其是我们的印尼的总经理 MK， 这个人从立位开始印尼的时候，公司把他丢过去那边了，什么都没有，公司都没有。哦，那个时刻他租一个apartment，一个反正烂烂的。没有钱，公司那时候没有钱，他一步一脚印，很认真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好，把每一件事情做对。那个印尼没有制造什么问题，货源的问题，但是这个人呢，只要公司教他做的东西，他都100%把它做好。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印尼的总监，虽然他没有在，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另外一个总监 Jacky 可能很多人会想，喂 ，Jacky 为什么派去越南哦？越南都没有公司，去越南扫水桶咩？你们不明白，真的你们不明白。可能很多人讲，越南都还没有公司，还没有看到领导人出来，为什么Jacky 做越南的总经理呢？是去守水塘？告诉你 ，Jacky 这个人很了不起。而过去他开始的时候跟MK 在印尼了之后，他被调去新加坡，砰！新加坡爆了之后，他被调去菲律宾爆。我告诉你，这个人真的，他做事情非常认真，他的策划非常好。现在他去越南，我告诉你，越南很快就爆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师，这个年轻人才20多岁。做总经理哦，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燕绰蔡老师。这个人当初老板选这个人做老师的时候，我傻掉了嘞，因为他才20多岁啊。你做3天课程的话，你讲的东西，如果年纪大过你的，他未必会听你，而且他的样子好像小孩子这样啊，黄毛摇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不知道是讲信念的。真的，他成为讲师，而且他在谈的时候，不管你多少岁，你在那边你都不敢看他的眼神。这个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哦！今天他是香港的总经理，我们给他一个热烈掌声。另外一个呢，我告诉你们，我相信你们看到他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这个人。坦白讲，给我印象，第一次我看到他的蓝西蓝容的，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很伤心的。一直看到这个人呢，他走路，这样的人哦，我在想为什么你会请这样的人？哦，这个人的态度走路，我们看就 LCLY 了。哦，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个人，所以很多人跟你讲，我的态度是这样改不了的。No，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只是讲难移，他没有讲不能够移，对不对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难移罢了。他讲难罢了，不是不能够移。所以这个人呢，你看他来了立位了之后，他开始在改变了。他开始立位的文化，立位的教育。因为环境就是结果，对不对呀？他开始在改变了。今天你可以看到，他是成为最快速度成为经理级的人。那么他也被选中成为副总监，那都不在，他就是最大，对不对呀？在业务扩展部里面。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的后裔。你看他的改变。今天他的笑容很灿烂，今天他很谦卑，他可以很 nice 的跟你聊天，以前他讲话的时候咩事，但是今天你不会看到吗？各位，
你不要告诉我我的性格是这样，我改不了的。今天我们是做人的生意，你必须要以德服人。你不要跟我讲改不到，都可以改得到的。你看到我，以前你看到我的时候，你都知道我 LCRY 的，我的态度很差的，而且呢，我脾气很坏的。但是今天我们都能够改变，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一个环境。好了，各位，刚才我讲的一切，你看，2008年开始从老板一个人，到2010年增加了3位总监，你看他就能够把利益做得这么庞大。到2017年的时候，又再增加了 CMD。3位 CMD 全部有7位 CMD， 那么已经把立威推上高峰。好了，2019年，老板讲，2019年是立威的第一年，我们有20多位了不起的总监、副总监、资深总监，你想想看，立威会去到怎样？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想，我只是很清楚知道，在立威里面，只要你相信，你100%的根，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今天你做那个生意，我知道你也不清楚未来5年你的生意能够做到怎样。我知道你也不清楚未来5年后你打工的话，你的结果是怎样。既然你不知道未来5年你的生意做到怎样，既然你不知道未来5年你打工做到怎样的话，那么我告诉你，未来3年立威很恐怖。未来3年立威已经很恐怖，不要讲未来3年，未来今年立威应该会远远超过400位飞马。重点，那个人是不是你？重点，那个人是不是你？如果你来，你相信，今天立威有一班背后的人 support 你，还有前排的领导人愿意 support 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跟，只要你愿意付出代价，那么相信我，在立威一定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在这里，我祝福大家活得更精彩，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幸福。谢谢你们，感恩有你们。各位，非常感恩你们留到这一刻，真的非常感恩，在一个周末你们能够留到这一刻，所以我相信能够留到这一刻的你们呢，绝对你们心里是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心里有一点点的不甘心，你心里有一点点的不服气，你心里有一点点的不爽，你心里有一点点的梦想，你心里有你想实现的事情。所以各位，你们觉得今天这3位讲师棒不棒啊？我跟你们说，太了不起了！我只有一个问题而已，为什么3位都是男生？请问我们的女生在哪里呀？我们下一次如果还有一个领袖培训会，我们要不要有脱颖而出的女人站在台上来讲课，好不好啊？那女人请加油，好不好？所以其实今天听了这3位我们的领导人讲话，我的感觉他们3个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不管遇到什么的困难，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们很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不断的去追到达到为止。所以各位，今天的主题是我想了很久的。我把我们从2008年开始所有的 DVD， 我把它放在了地上，然后摆得满满的，然后就看每一个人讲过的主题。因为老板说这次的主题呢，由总经理来想，以往的所有的主题都是老板一个人去想的。后来有了阿泰
那阿泰我们的培训总监他才开始去想主题，所以这次其实想主题的时候，真的我想了非常非常的久，我也去问他们最近在谈些什么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当我定下这个主题的时候，3个赢，一个是赢在，第一个赢是什么？影响力。我们的 Jolie 讲了如何发挥他的影响力，接下来的赢在执行力，然后最后是赢在战斗力。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这3个力，不管是影响力，不管是执行力，不管是战斗力，都是立位，因为这3个力量，我们从2008年从0开始，从什么都没有，一直到今天。所以我希望这3个力量，你们今天能够带回去。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最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们真正要赢的是什么呢？是赢你们自己。你们能够今天的你们比昨天的你们再进步一点点，明天的你们比今天的你们再赢多一点点，再进步一点点，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所以我觉得今天这3位主讲者，今天这3位领导人，他想跟我们讲的就是，真的，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要不断的问自己，我们要每次自我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我们不断的自我鞭策我们自己。我们要问自己，到底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吗？到底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完美吗？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健康更好一点？甚至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美满一点？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胸可不可以更好一点？当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不断的去鞭策自己，不断的去检讨，并且找出答案的时候呢，各位，其实成功的路已经在前面了。也许你们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你们觉得我已经很好了，不需要自我检讨，那我恭喜你。但是如果现在你还不是很成功，而你觉得你开始自我鞭策了，你开始做出改变了，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改变呢？我告诉你，我们老板每天都跟我们讲一句话的，最好的改变就是这一刻，就是现在，就是立刻，就是马上。所以各位，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能量，今天我们就来下一个决定，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决定，我们选择成为一个更正面的人，我们决定让我们选择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人，更加正派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孝顺孩子的、更孝顺爸爸妈妈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公，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更愿意付出的、更愿意照顾每一个人的、更愿意付出的领导人。所以各位，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一刻，我们下了这个决定，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决定从今天开始的我们在这一刻，那我相信各位，你的命运、你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光明。所以我真的，我相信今天在座留到这一刻的人，你们的心里有答案了。3月我们有慧心之夜，在3月10号，在我们公司总公司，3月应该是24号，我们有一个表扬大会。我很希望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都站在台上接受表扬，能够站在台上，站在上来接受表扬。所以今天真的最后这个环节呢，我希望我能够来邀请我们今天的3位，我们的主讲者，还有我们的飞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合作》。那我希望每一个人，你们都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呀！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一定要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过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最
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抬头看着天空，可以飞行好几万里。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我想问你，你的梦想去了哪里？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一直在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Pegang 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niat.